欢迎收看关键时刻，我是张道和。大预言家川普今天又扣客了。你看到他在他的真相社群里面解说，我接下来要发布的将会是我有史以来最重要、最有影响力的一则，敬请期待，享受吧。大家听得一头雾水，到底要享受什么？没有想到，关键来了，今天。中美谈妥了，大降关税90天，美股涨翻了，大家嗨翻天了。大家想问的是，难道中美的冲突已经降温了吗？没有，这个90天只是为了第2次的大战而开始准备。晶片谈了吗？没有谈。稀土谈了吗？还没有谈。当初中国喊了这么大声，说我不跪，我要硬杠到底。那为什么如今要妥协呢？因为川普现在玩的就是在一个围堵中国。你看到，当英美协定谈完之后，有一个伏笔，这个伏笔被称作叫做霸王条款，华府可以把手伸进去中国对英的投资。简单来讲，我就是防止你洗产地，而且未来24个国家都会以英美协议为蓝图给谈妥，表示说这些国家都会受制于美国。习近平听到这个地方，知道自己不对了，不对劲了，他现在必须要出手，他被逼上谈判桌，必须要做这件事情。他知道，他再不谈，成为落单的那一个，就是注定被孤立的人。好，我们现在介绍今天的来宾，第一位，财经专家黄世聪，大家好；时评人员张永轩，大家好；专业专家林廷辉，大家好；资深社会记者林玉峰，大家好；最后一位是资深媒体人吕国珍，大家好。世聪，今天这件事情吓死人了。虽然很多投资者都说太开心了，对，没错，涨翻了，但问题点就在这个地方。90天，我心里在想，90天后会不会在第2次大战呢？还是川普不讲武德？谁跟你90天？我30天又在跟你翻脸一次了。对，没错。今天下午呢，中国、美国都同时宣布这个中国跟美国日内瓦经贸会谈的这个联合声明。那这个联合声明来说的话，双方都同意降税。同意降税的时候，我们先跟他讲，赵和说了没有错，降税只是刚开始，只是回到原点。回到原点什么意思呢？他们双方现在要站上谈判桌，重新谈判。所以接下来一段时间呢，会不会谈打谈？我觉得是有可能的。谈谈，一定是这个样子。会有很多波澜。对，不过呢，短时间呢，大家先享受股市可能会出现反弹的激情。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事实上这一次来说啊，中国原本被课非常多的关税嘛，一共是145%的这个关税嘛，然后中国也课美国大概约莫125%的关税嘛。现在双方都同意回到什么？回到4月2号的这个一开始的原点。什么原点呢？简单来说，4月2号那一天的时候呢，中国被美国课34%的对等关税，然后在这一次的这个协议里面来说的话，34%其中的24%要暂停实施，所以退回到10%。对，也就是说，中国这次回到跟所有国家一样的对等关税，就是10%，大家都90天的宽限期。这次你只是回到原点。然后中国也承诺说，所有对美国的报复措施全部都取消，包括什么稀土的报复啦，对美国企业报全部都取消。所以这次其实某些程度来说的话，中国让步稍微比较大一点点。好，那这个最后的税是什么呢？因为这一次的联合声明里面来说，只有谈到对等关税的部分。之前美国课了20%的芬太尼关税，不好意思，照样课。另外一个，美国对中国还有全世界国家课的，包括汽车、钢铁、铝这些全部都在，所以其实这些都没有谈到这个状况。接下来才是进入到中国跟美国谈判的深水区。那因为这一次的这个谈判来说，事实上我上礼拜就跟大家说，如果这一次中国派的是何立峰的话，它就具有代表性。所以果然没有错嘛，他们果然就谈成了相关的协定嘛。你看他就说什么，这次的会谈对两国的意义重大，也对全球经济的稳定发挥重要的影响力嘛。连这个贝森特也说嘛，中美双方在缓和这个贸易战已经取得重大的进展嘛。所以简单来说，中国必须要跟你谈。某些程度来说，中国的确要谈。为什么？因为接下来呢，川普还有非常多招准备在后面对付你嘛。AI 晶片的部分嘛，这个芯片的这个贸易战的部分嘛，很多都一招一招传你后后边的弹里啊。另外什么，我还跟很多国家贸易协定里面来说啊，都没有明讲中国，但是我都要处处防着中国啊。中国很害怕他会被孤立啊，所以为什么最后呢，中国愿意回到最原始的谈判桌？因为他知道没有跟美国谈判是不可能的一件事了。我今天看到川普写这个，他说享受吧，我第一个想说你又在发什么事情，发什么文，好不好？然后想说不可能嘛，然后结果今天就谈好了，你根本就是我们之前讲很多次哦。
他在扣客，对他真的在扣客。我上礼拜就跟他说，大家绝对要相信川普的扣客，对不对？扣讯，他5月8号扣什么？现在最好去买股票，他都相信美股会一直线的往上升的火箭哦，会到达前所未见的数字。大家还说真的还假的？上礼拜4、礼拜5美股表现的一般般嘛，就那样。然后后来他周末他预告什么？对中国苛征80%的关税似乎是正确的哦。他原本是80%，所以市场有点担心说，还是很重啊。对，就后来然后后来11号他又说什么？今天我们在瑞士跟中国举行非常好的会晤啊，然后我们希望看到中国对美国企业全面开放取得巨大的这个进步啊。然后后来又11号又说，我接下来一段推文是我有史以来最重要、最有影响力的一则，敬请期待，也享受吧。结果没想到，果然今天下午就传出双方都愿意回到谈判桌。你看，美国的这个道琼的这个盘前盘的话，出现个大涨的这个局面喷爆了。对，道琼一度涨，然后这个就是川普口中的享受吧？对，这就是他所说的火箭，上升的火箭，就这样一个状况。所以你就知道说，事实上，川普的扣客我们真的要听。我再跟他讲，他今年只有扣出两则做多的新闻，一则是在4月9号。隔一天的话，那一天美国道琼指数跟这个美国纳斯达克涨了10几%。第二扣就是这一扣，5月11号了。我们要相信他。这一次来说的话，他短时间之内至少是做多了台股或全世界股票应该有短时间的多头行情。而且我觉得最奇怪是什么？之前中国不是说什么我们不会贵的？对，影片他也发了，是，而且还用什么毛泽东的说法？对，今天你要跟我打到底，我打到底没有关系啊。对，今天怎么说退就退了？好，赵我问你，现在2个国家呢，居然在2天之内都谈成那么多，你觉得他们之前没有谈过吗？没有吗？一定有谈过嘛。所以之前就川普不是一直说，其实他们都一直在跟我们谈啊，中国都说没有。我就说这么重大的东西，一定是之前双方就已经谈好了嘛，谈好了，所以可见川普或美方说的是正确，就是双方之前一定有接触过。那果然现在有路透社很多这个报道就出来了嘛，路透社就说什么？他说呢，这个据一名知名的知情的官员透露，在川普宣布要苛征关税之后，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马上就联系了美国的商务部长这个卢特尼克。但卢特尼克觉得说，我不爱你之类啦。我们之前不是说美国要求什么？你要至少是这个蔡奇嘛。那结果后来蔡奇也没办法来嘛，后来不是换成是这一次你看就派这个所谓的何立峰嘛。那何立峰当然美国愿意嘛，对，所以就说因为他们派了何立峰来之后，双方才愿意敲定嘛，就这样子。好，那另外一个是什么？这个还有3名了解北京当局的想法的官员说，促使北京让步的主要原因是因为中国内部的讯号啦，显示中国企业努力避免破产，并试图寻求取代美国的这个方案，目前为止都没办法嘛。这句话是什么？中国玩不下去，要破产了。对，所以你就知道说，事实上，美国在这个时候中国这次的时候一直通过方法去跟美方接触嘛，所以等于是川普说，你们最好回去看看这个讯息，到底是谁跟谁接触。所以美方说的是正确的，就是中国一直想跟你接触嘛，但是接触没有办法。所以我就讲，这次其实呢，大家要注意到哦。这次中国派去的代表团比大家想象都更多，对，因为他派了谁？他还派了他们中国的财政部的副部长，然后廖敏，然后他还派了谁？他还派了这个中国这次的首席代表李成钢去，然后他还派了谁？他们公安部长王小洪去了。所以中国其实是，王小洪去规格是蛮大，芬太尼对，芬太尼，所以你就知道他其实是真的很想跟美国谈啊。所以跟你讲，这一次事实上来说的话，某些程度来说，至少先降温，让中国至少能够喘一口气。好，喘一口气。但是你说这个对中国目前为止压力还大不大？我跟他讲，压力很大。为什么？因为这一次来说，我们不是说磕30%吗？芬太尼加上这个所谓10%，事实上还要加上之前的这个川普磕了20%在第一任。所以其实现在中国实质关税还是50%哦，还是很重。那尤其是中国怕什么？中国还怕另外一招。因为这次不是英国跟美国已经达成协议吗？斯凯尔跟这个川普不是达成协议吗？很多人都说，这个英国跟美国的协议没办法当成是大家的参考嘛？为什么？因为事实上，这个美国是对英国享有贸易顺差嘛，跟其他国家是贸易逆差不一样。但是里面来说的话，我跟他讲，大家看到英美的协定里面，根据这个每日报讯的英国的报纸说。中国看到里面的几个条款，他都吓死了。针对我来的，对，好，针对我，你不是英美协议吗？对，好，那这个里面针对什么呢？因为事实上，他这一次不是美国不是对英国的这个汽车，他就说，我给你开放嘛，给你降到10%嘛，10万辆里面来说是给你磕10%嘛，但是呢，他要求英国保证你的钢铁铝这些东西呢，没有所谓的洗产地的部分，就是你不可能让中国洗产地，你要给我承诺哦。如果让我抓到的话，这个部分我要恢复关税。
所以这个部分来说，虽然卢特尼克说我们跟任何国家都没有谈到美国，没有谈到中国，但是显然这里面就写得非常清楚。还有第二项是什么呢？第二项是说，美国对于英国的所有的投资案，特别是来自中国的资金的投资案，我享有所谓的否决权。就是说，如果我认为说，这个中国公司到英国去投资，它可能会危害到我美国的国家利益的时候，我有否决权。那这等于什么意思呢？等于是第一个，中国如果这个比照办理的话，未来每一个国家都可以怎么样？第一个，你不能够洗产地。洗产地来说的话，这个不是就中国最害怕的吗？对。第二个，每一个国家都比照办理，说，如果中国要投资的时候，我会这个投资案我会让美国审查。那不是就是把中国所有对资金全部堵住吗？以后中国到每一个国家想做投资啊，那个国家还要先去问美国老大哥的意见。如果他说不行，是中国不好意思咯，不行了，那等于是全球封杀。对，所以我就说嘛，为什么中国后来会坐上谈判桌？很多人就说，因为英国跟美国里面的协议里面来说，这几个霸王条款，那中国看了吓都吓死。你这样不是要完全封住我吗？那我就很害怕嘛，对不对？那还出了什么？这次听说美国中国还提出了要求。要什么？美国不是有对中国的这个所谓船只要课税？对，他说你也不要课，所以你就知道事实上中国是准备了非常多洋洋洒洒的东西要跟你谈嘛，对，好。那我就讲，除了这些洋洋洒洒，中国希望能够降税的部分之外，我就说，川普还有很多杀招在等着你嘛。我们不是说川普原本要对半导体课税吗？对，那不是说原本要对 AI 课税吗？他现在也都暂缓了。他暂缓是什么意思呢？90天的这个时间点里面，我就看你怎么做啊。如果你让我做的不开心的时候，我以后可不可以这个 AI 不给你啊？当然可以啊。对啊，我可不可以对你这个半导体课税啊？可以啊，当然可以。所以这些都是后面的杀招嘛。尤其是中国现在成熟半导体有非常非常多嘛，都卖到美国去。那未来可不可以对你杀？当然可以嘛。所以我就说，他后面还有很多招在后面对付你，而且还有什么？因为他现在中国需要 AI 晶片啊。中国现在知道啊，我如果真的要取代美国这个市场的时候，我要让我的产业升级嘛。那目前为止，中国输到很多地方，中国现在出到美国的部分的确减少，可是赵总你知道吗？它出到什么地方去？出到拉丁美洲，出到这个所谓的这个越南去，出到东协去。那这是什么意思？也就是他们那些地方还是去洗产地，所以中国绕来绕去，就是它最后是洗产地，都是要到美国去。那没办法，我就只好跟美国谈嘛，对。那另外一个就是中国要发展 AI。他知道他发展 AI 的时候，他也绕不过美国嘛。尤其是你看，绕来绕去，绕得过台积电吗？绕不过台积电啊。那台积电是谁在这个美国有很巨大影响力啊？所以搞到最后，他还是绕不过去嘛。所以才跟你讲，为什么中国始终他就觉得绕了这么久，他还说，我要打的话，我奉陪，对不对？这样他反对这个美国的霸凌。问题是，你看今天回到原点的时候呢，他是接受什么？就回到这个当初4月2号川普宣布关税的那一天嘛。我还是回到这个跟世界各国都一样的这个状况嘛，但是20%的芬太尼关税是在的，还有20%川普时代的这个2018年的关税还是在的，还有10%的这个对等关税，目前为止科50%还是对中国经济形成了非常重大的压力，他必须要谈。国正，这一场对等关税里面，我们就说双方好像都有退让，但感觉什么？其实大家都各有杀招，尤其对于川普来说，他从4月份搞了这一招之后，他回到了原点，发现他什么都拿到了，之前讲的美元问题、美债问题，甚至呢整个股市问题，还有通膨问题，都解决了吗？对，川普算是勒索全世界成功了。我们还回到1个月前，那时候不是要让美国再次伟大吗？所以他不只是要课对等关税，还希望大家投资美国、买美国的东西。如今你回头一看，中国也让步，中国甚至你也可以说它贵了，因为美国的股市大涨了。今天他一宣布之后，所有的反应都出来了。道琼一口气一度涨1000多点，纳斯克涨3%多，比道琼还要多。再来连台股都大涨了。如果以1个月前的角度来看，那时候不是大家会觉得说美国要陷入大萧条了吗？对。如果如今回头看，股市也没得啊。川普投顾上礼拜叫大家买股票，证明他上礼拜是对的。接着有没有大家大幅投资美国？川普说有7兆美金投资美国，也成功了。接着大家也买美国的东西了。所以川普这场战役1个月来下来，他真的成功的勒索了全世界。他1个月赚饱了。对，如果你回头看1个月，原来川普一切都在计谋中。虽然中国都说没有跟他谈，但是如今看起来早在川普的计划当中嘛。你回到4月2号那天，大家吓死了，台股还一度出现开盘跌到几点？跌到9点，然后全世界对美国产生的信任危机都认为自由贸易要崩解了，所以
最快出现危机的是什么？美元，所以美元指数快速崩跌。你看一月的时候还有110，结果跌到90几耶。全世界都在抛售美元，美国更是出现了股汇债双杀的局面，对美国真的是超级大的冲突哎。所以你回到那个点，4月2号他拿起这个看板的时候，大家吓傻了。那时候他公布对全世界课关税的时候，什么东西在跌？美债在跌，美股在跌，美国的美元指数在跌，全世界在抛美元呢，对他产生多大的信心危机啊？结果现在回头一看，中国何立峰接受了这个美国关税的要求，川普做到了什么？美元竟然又回到刚才看到美元指数又回来，美元升值了。再来对日元、欧元，它也升到1个月新高，一切又回到了原点。再来是降息。鲍尔压力很大，鲍尔也会降息，所以接下来美国股市可能会大好，因为降息也会出来。再来减税政策，5月美国国会要开始讨论了。川普每个目的都达到了。再来有一个事情，数字也推算出来了，如果10年内美国联邦政府会加征10%的关税，你还会收多少钱吗？多收2.9兆美金呢。所以它原本是全世界是没有10%的，被他这样一玩之后，大家都有10%。然后呢，光是10年内就可以赚到2.9兆，2.9兆，所以那时候不是在讲吗？10%就是兄弟茶。以前大家想要赚美国的钱，这10%叫做上架费，到美国市场的上架费。如今大家有没有接受了？全部接受，因为最后一个说不贵的人现在也接受这个条件，而且他比别人更多。然后美股有没有跌？刚才看到美股也涨了，台股也涨了，美债接下来就没有问题了。美国接下来也会降息，那美国减税政策一出来，所以川普讲的那句话说，美国股票将会涨到大家没有看到数字，看来很可能会成真。那再来就看这个点，如果我们回到4月2号的时候，那时候真的习近平好像非常的硬我们那时候一度以为全世界就他不贵，他贵，他站着挺着全世界。那时候美国不是公布川普拿出来说，我对中国要加征34%的关税。中国在4月9号就买1个礼拜的时候，我说我也34%来奉陪。那接下来美国说加50%，他也说奉陪到底。结果你搞了半天，你现在加了10%的对等关税降到10%嘛，加上原本的芬太尼关税，它还是30%。结果全世界你的对等关税是30%，你最多你说你没有贵，你还是变成是最大的冤大头啊！所以中国，而且还有很多的条款加在中国身上，包括霸王条款，包括洗产地条款。所以你说中国没有贵吗？它是大大的让步了，从1个月下来，反而是中国成了最大的输家。全世界看到这个数字的时候，都会知道一件事情：哇，你现在怎么谈？20个国家看到中国接受30%的对等关税，那你还可以坚持10%吗？你都没有办法坚持10%，因为中国已经示范了，它比你接受更多。中国原本是站在第一线去抵抗美国的人，但是川普借力使力，反而让习近平成为什么全球的范本，大家都不能吭声了。对，他现在变成是他做了一个最坏的示范啊，因为他接受了30%。你看石破茂这2天还宣布说，他们说零关税啊，汽车而已，因为对日本来说，汽车是非常重要的产车，因为日本的关键命脉产业就是汽车，所以他对汽车当然要捍卫日本的立场到底。所以石破茂讲说我要坚持0%关税，结果今天习近平说我30%，那对于日本人情何以堪啊？我完蛋了，我现在到底要跟川普怎么谈呢？因为你说你不贵，结果你现在贵了最低，你30%，他台湾现在要怎么跟他争取？20个国家，英国是10%，只有你30%，不是你最高吗？所以现在变成川普大获全胜的局面了，而且课了30%关税之后，你不要忘了还有很多关税还是继续在进行了，包括那个晶片的封锁还是在进行，还有晶片本来是3级制，现在要改成特许制，这个美国也没有封口所以接下来发生了什么事？可能美国会掐着中国的脖子，当然中国也掐着美国的脖子，开始互相继续谈判下去，所以到底是90天会谈出什么东西来还不知道，所以最早开始在谈所谓的看川普谈判的金华董事长潘思亮那时候不是讲吗？美国根本就是采购团，根本要大家去采购美国的东西，美国根本在考虑自己的美债跟美元问题嘛。如今潘思亮讲了，都印证了，美国就是在大卖天然气，我们台湾、日本、韩国都去买阿拉斯加的天然气，全世界都在买美国的东西，全世界都去投资美国。接下来潘思亮就讲，你不要以为结束了，因为90天之后还有90天呐。所以90天只是一个开始，90天只是一个开端，90天之后才是大战的开始。所以加30%只是开始，因为
中国这样算是让步了一大步之后，接下来川普就好好的整队之后，他可以开始慢慢的去整理美国自己的状况嘛，因为他的目标是降息，接下来美国还要降税，把经济先搞起来，先解决美国现在货架没有产品的东西，先解决那些制造业移到东南亚、移到印度的问题嘛。所以90天之后，等到这些产业链开始都往外移的时候，美国就会接下来出招，继续掐着中国脖子，开始要中国让步，要中国继续下跪。廷伟，真的是90天之后还有90天吗？我们以为说今天一种降温的感觉，但我们刚刚也有提到很多关键东西还没有谈，晶片没有谈，稀土都还没有谈。而这个90天，我刚刚也有提到，川普会不会有一天不讲武德？谁跟你90天，我20天我受不了，我开干了。这就是川普啊！这就是川普。对，如果说你还要等他90天的话，让你有预期性的话，这就不是川普了。所以川普的目的就是让大家没有预期性哦。当然，川普有时候讲的东西是真的，有时候讲的东西虚虚假假哦。但是这一个贸易战来讲的话，他只要定哪一天他要做什么事情，原则上大概都会做得下去。唯一就是说，他可能看到这个情势对他不利的情况之下，他可能在随时翻转的情况的时候，就会变更了他的作为。你可以看到一件事情，在谈的过程呢，其实这个何立峰似乎没有什么被授权，你知道吗？你知道，第一个先不讲他谈到一半跑走啊，这个我们先不讲，但我们来看到他谈的结果。谈的结果不是个联合声明出来吗？对，这个联合声明出来，感觉就是什么？两军各自退几百里，也就是说，我今天冲过去之后，结果发现到说，哎，不对，我这边冲太过去了，那你也冲太过来了，啊，基本上就是可能自己人打到自己人，或是我随便乱打，乱打一通，啊，结果发现到说，哎，不行哦，我美国来讲的话，我这内部来讲有很多的厂商、很多的企业、很多的人民来讲的话，生活用品没有了。所以你说我在前面杀敌的时候，我发现我的后勤还有我的支援兵人去哪了？对，没跟上啊，没跟上怎么办？哎，发现我踩错了，我攻击发起线，我赶快退回去，大家各自先退回去，各自的攻击发起线，然后再干嘛？其实现在这90天的做法哦，川普正在做一件事情，他后面来讲的话，整军军武啊，什么意思呢？就我的后勤的部分来讲的话，我要兵力雄厚啊，所以我冲出去之后，发现到我后面有空虚的东西，我要补上嘛。这个补上就是什么东西？刚刚提到的英美协议这个东西，对，说的这个英美协议，它是一个范本哦。什么是范本？就是不让中国洗产地嘛。也就是说，除了不让中国洗产地之外，这个川普也在找这个替代方案。我们知道，川普1.0是从2018年开始打，打到现在打几年了？大概将近6、7年了。6、7年时间，你觉得说国际社会把中国视为世界工厂这个功能来讲的话，它是不是应该有所转移？转移到很多，基本上转移一半，比如说转移到东南亚，转移到印度去。但是呢，没有100%转移，也就是什么意思呢？今天一打下去的话，中国发现到说，哎，美国中国手上还有一些筹码，也就是说，中国还是有一些卖东西到美国去的。那美国有需要这些东西的。现在这90天，川普正在做一件事情，他把那个所谓的我不要太过依赖中国，我不要太过依赖中国的世界工厂的这剩下50%的这比喻啊，哈，剩下50%的这些东西，所以也是什么意思呢？我要从别的地方赶快从别的地方进东西到美国去。如果说这些东西进到美国去之后，川普力量够的话，我后勤补给够的话，我今天再往前杀嘛。所以今天来讲，这90天内就在做什么事情？不是在那边双方休兵啊，然后回去了，干脆以后呢就各自玩各自的，不是这个意思哦。我今天来讲的话，川普准备90天后再准备继续杀，所以只是在杀的时候，我的炮弹后勤补给要够嘛。所以这90天，我要把所有人，包括我所有的盟友，全部都拉在我身边，是，不管是印度，不管是越南，然后甚至马来西亚等等的。我要趁90天拉完之后，我要正式跟你中国开战。是，那中国正在做什么事情？中国太过依赖美国市场了，不是吗？我东西都要卖到美国市场，我要寻求替代市场嘛。我要寻求一个，比如说欧洲市场，我要寻求什么中南美洲市场，我要把东西倒过去嘛。我要取代美国这个原本的美国市场。但问题是什么？川普现在在做一件事情，在封杀中国，你去取得这些市场。所以你知道，接下来好戏可看的原因，就是因为可能中国找不到它替代市场。但是美国可以找得到替代的世界工厂，所以到最后来讲的话，川普可能略胜一筹。那因为中国手上没有牌可以打，因为到最后我们看到中国本来就是依靠美国的这个市场，他当找不到替代市场的时候，他的消费市场然后内卷这么严重的情况之下，最后呢，顶多好吧，那川皇你讲什么事情？我俯首称臣，所以这个90天根本只是让你稍微喘一下而已，是90天之后才是风暴的开始，那不对啊！见真章。你看到胡锡进今天已经讲了，他说没有国家实现这样的
平等谈判，胡锡进嗨喊中国的巨大胜利，他们很嗨啊。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唾面自干哦，自我嗨的一个情况啦。你看每个中国人说，哎，那谈那么快，然后这个代表说什么意思？中国实力够，可以跟美国谈。但是事实上，他们有看到真正的中国拿到什么东西吗？没有嘛。所以你看到，你记不记得以前我跟各位说哦，就以前你如果去看这个乾隆王朝里面的这样的一个片段来讲，和珅当时干嘛？和珅就想要跟英国来谈关税，对，然后谈贸易。结果呢，乾隆一拍，我泱泱大国何须要跟这个英吉利来进行这个贸易，对不对？其实习近平现在的心态就是这样子。哦，我中国来讲的话，是你们希望我不需要你们，对不对？但是问题是什么？和珅才看得清楚，这个国际贸易来讲的话，才能让清朝的国库可以充盈。所以现在习近平没办法，习近平的话，他的观念大概就有停留在乾隆皇帝那个时代，所以呢，进不了这个国际贸易体系的情况之下，他感觉自己想要可以跟这个川普一拼，那就是所谓东升西降的错误观念。现在胡锡进也好，小粉红也好，大概都抱持这个观念，他们没想到说川普真的是来硬的、来真的，而这些手段可能让中国未来的前景基本上都会垮掉了。宇轩，真的是这样吗？现在我们刚刚看到胡锡进的这一篇贴文。中国的巨大胜利什么意思？他认为是说，一定是你们美帝跪下来啊，我们才能对不对？30%那又怎么样？是这样子吗？不，操，谁跪谁根本一点都不重要嘛。因为你今天去问美国川普，他也跟你讲中国贵嘛；你问中国，他也跟你讲美国贵嘛。这个是面子之争。但我们要讲里子的问题啊。对，第一个，我们先讲中国的问题。它的港口周边堆满货物，国内的市场委屈，工厂你可以撑多久？你工厂资金在那边空转，1个月尬不尬得过去？勉强可以。2个月尬得过去吗？3个月尬得过去吗？直接就倒店嘛。你不要以为倒店没什么了不起哦，倒了就回不来了。问题在这边嘛，中国也没有那个时间去跟他做消耗，对，因为很多东西是一去不复返的。但你以为美国相对应的哦，就感觉哇，怎么讲的，以子气死，感觉呢我们讲的坐定看乾坤，很轻松。不对哦，赵和。美国包括它的中西部以及它的中下阶层，包括沃尔玛那些，他们平均反应，你不要每天听川普这边讲说，我油价也降了，我什么东西都降了，我每个东西降了，没有，每个老百姓说没有涨50-60%，通货膨胀啊，所以川普也压力山大啊，对，他也不希望这个状况持续下去嘛。美国第一季的 GDP 是多少？成长率是多少？负0.3，他已经给你答案了嘛，已经负成长啦。对不对？那这个情况之下，当然这对美国人不会是一个好现象，因为美国已经不知道几年没有负成长过了嘛，所以对他来讲，这个东西势必也得要谈。但中国当然显而易见的比美国来的急得多嘛，因为美国今天我跟你中国一方谈，我是全方面去制裁你，你等于是完全被我围堵，货不出港口。OK， 货不出港口是他们这次谈判的重点嘛，至少要让货线能够通来通去。我跟你讲啊，那时候包括什么何立峰，包括我们讲的王小洪，对不对？然后包括王毅。这些人列兵列队列好，那个时候准备要出去的时候，我请问一下，他知不知道自己要谈什么了？都搞定了啦，不然怎么会知道叫王小洪去？所以去瑞士只是走一个形式。对，你讲重点了，我都怀疑说那2天有没有，因为他们跟我们时差6个小时嘛，搞每天都在里面大眼瞪小眼吃饭泡茶，也不知道，没什么好聊的啊，因为美国是发动攻击的主体方啊，我现在怎么可能说我美国对你发动攻击，对不对？我对你发动贸易战，然后最后我们2个都10%，我讲那回去民主党把他骂到臭头嘛，他们还有压力嘛，所以找一个台阶说，哎呀，我们现在有一个芬太尼啊，我们多他20%啊，你看我们美国也胜利啦，但是。你要仔细看他的李文本哦，贝森特自己讲的哦，他说这个芬太尼啊是这个有持续谈判的进程，等于就是说等到后续呢，他会看到有一些实质上有建树的发展的时候，这个芬太尼关税就会没了哦。那照我这20%会不会最后也不见？会啊，当然也会不见啊，当然也会不见啊，否则他为什么一定要把这个排场铺陈做下来？到时候我之前是也在那边讲过，我说啊，他中国要干嘛？去地方啊，抓一个头出来啊，至少记起2-3个吧，2-3个芬太尼的这种我们讲的。大宗的，对，做大户的，把抓出来给美国看嘛。美国那时候不就有台阶可以给你下，说哦，那好，那我们就那我20%就不要了。对啊，那我跟你讲，但是问题重点是什么？我们刚才讲的没错，重点在后续的晶片战跟关税战。对，因为你看哦，其实本来这一周应该要发生一件大事，5月15号，5月15号原本是什么？前一阵子拜登他在上一任尾声末期的时候，他所提出来的半导体3阶段管制的。
OK， 那台湾是第一阶段，台湾不是问题。那中国我想都不用想啊，肯定是最末端嘛。那这个东西只要禁令如果打出去的话，那对于所有美国半导体产业都通杀哦。就是川普做什么动作？在倒数1个礼拜的时候说废止了，我们把它废止，对，我们重新拟定，来重新拟定，这个就是最大的问题。重新拟定变成什么？游戏规则随时他说了算嘛。当然，这个礼拜大家在放鞭炮喜庆，他不会直接把它拿出来嘛。但他后续的时候，后手的时候，他会不会跟你中国谈一谈、合一合的时候，我突然间哪一根筋不对劲，又发一个我们讲的 Truth Social， 又说，哎呦，我们的半导体要来了，要对中国我们要再处理它了。这是个杀招对啊，那国安问题嘛，所以他把主动权掌握在手上嘛，这才是他最大的目的嘛。宏观取材，厘清真相，犀利精准，深入剖析，时刻掌握关键，新闻时事不漏接。老时段，新气象，我是钟浩和，关键时刻2.0，全新出击。